大家好，我是 K 君，欢迎继续观看我的《十字军之王3》新手全流程教程。在第一期里面呢，我们是统一了卡斯蒂利亚附近的北方4国。那么在这一期呢，我们将继续统一北方。从上一期一结束之后呢，我们现在是发现有一些这种传染病瘟疫在我们的国土之内，它离我们的首都比较近啊。面对这种瘟疫呢，处理方法都是比较一致的，那就是离首都比较近的时候呢，还是要封锁一下首都。好，然后我们自己呢就先不隔离了，因为等会儿又要去打仗。本来上期结束的时候是说这个在家里生孩子但是呢感觉时间比较紧迫啊。我们现在这个强壮者桑乔2世已经37岁了，看一下我们文化这里。我们需求的这个宗室特权革新还需要14年在这里还需要14年。大概算一下的话，也就是他50岁左右吧。这个革新可以走完，走完了之后呢，我们在这里法律这里升为高军权就可以完成我们的这个统一西班牙各邦的决议我们要在这个时间到来之前呢，多打一些地盘下来。好。那么在这个再次开战之前我还会需要再提升一下我们军队的战斗力。之前呢，我们是没有仔细研究这个军队的驻扎这里驻扎在什么地方。现在呢，就可以来看一下。咱现在呢有一些钱有400多。我们先看一看每一个可以驻扎的点，比如说在这个莱昂，我们点到莱昂自己城堡这里，看看它底下的这些建筑。我们驻扎的这些军团呢，只要你选择驻扎在这个伯爵岭上面的，那么这个伯爵岭里面的这种建筑就可以给它进行加成。比如说我们看到莱昂这里它的木质兵营可以给重步兵增加伤害，然后这里的这个小山堡呢是可以给长枪兵增加伤害这个其实比较好呢，是放长枪兵但是呢我们可以在其他地方也有这种加成，比如这里有个小山堡，那么我在这呢给它增加一个建立一个兵营，需要3年的时间，时间比较久这样呢，它对长枪兵的加成就跟这个莱昂是一样的了我们现在的话，长枪兵需要它的战斗力比较强，所以先放到这儿。我们需要长枪兵去对付这些骑兵嘛，所以给它驻扎在莱昂。然后呢，这个重步兵就驻扎在这儿。来看一下，没错，要等这一个修建好。这样看好像是换一下比较好。算了，就不换了，就这样放吧。我们等几年之后，它这个重步兵的加成也就可以吃上了。好，那么谁适合放这个骑兵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些建筑这边是一个庄稼地，然后我们自己组成的弓箭手和伞兵那我们这个弓箭手可以驻扎在主城这里。这2个我们就可以自己随便选建一个建筑比如说这边还有马厩，增加轻骑兵。看这个城堡是什么？这城堡是重骑兵，那我们可以让这个区域成为一个骑兵集中驻扎的地方我们让轻骑兵、重骑兵的这种加成都有选上，然后骑兵驻扎在这儿。好，那我们这一些加成现在还吃不上，还需要一段时间。比如这个建筑需要22个月之后呢，它才能有效果。好，我们现在看还有什么其他的待处理事项，比如什么囚犯可以领赏金这一些，我们得把它处理一下。然后呢，在廷城这里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在在修建建筑了。我们这一种御用建筑师呢，是可以使建造时间降低的。我们找一个称职度极佳的，那么它的这个效果呢，就是非常不错的可以看到减30%，建造时间20%非常棒同时呢，像这一种宫廷的职位底下呢也是可以执行任务的，但是它执行任务的时候会需要额外花钱所以咱现在呢就先不让它去执行，这个太花钱了，咱现在钱都不够了。除了这个呢，我们宫廷当中会有很多小孩子。这些小孩子呢，我们如果任命一个教师，然后再点这个教育儿童的任务就会有概率让他们这个属性进行成长。所以呢，我们这边选一个极佳的一个教师这叫0.3的
俸禄啊，然后我们再点一个这个，看点上。哦，点它的话，它是只花费威望，那还好啊。这之后呢，我们再招募一个乳母啊，奶妈。看现在奶妈还看不到，等招来了以后，等我们有小孩以后，就会有奶妈这个需求。好，那么这个军队的配置呢，就到这里。之后啊，我还会需要给咱的廷臣，这些卡斯蒂利亚的廷臣啊，这个67岁就没必要找配偶了，但他的孩子们啊，有些没有配偶的，就可以找一找配偶，让我们卡斯蒂利亚文化以及天主教信仰的这些人才可以更多一些。好，那我这里就先跳过了啊，不用给大家看。总之呢，就是给我们卡斯蒂利亚的这一些男性的廷臣们啊，都找好配偶，这样方便我们以后进行分封。好，我这个呢就安排完了啊，咱们回来，然后我们看一下巴塞罗那，我们对他呢是没有这种征服宣战理由的，只能使他进贡。所以呢，我们要做一个操作，点击它了以后，我们右键它，在外交右边打开，在这里购买宣称，我们会需要有这个500的虔诚啊，才能从教皇那边买到一个弱宣称。这个弱宣称和强宣称是什么意思呢？啊，它这里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弱宣称呢是不能被我的孩子们继承的，强宣称是可以继承的。但是呢，如果说我因为有弱宣称啊，对他发动了战争，不管啊这个怎么样结束啊，除非我是失败啊，即使是以无条件和平啊为结束的呢，这个宣称都会变成强宣称啊，那就可以被继承了。好，所以呢，我们现在就直接购买这个宣称，等会儿就可以找到开战了。好，在开战之前呢，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朝廷啊，这里面有些事情要处理。我们在朝廷当中呢，时不时会有这一种事件出来，这个事件呢，大家都要处理一下，不处理完呢是不能举办朝会的。我们看一下啊，朝会现在已经可以举行了，所以呢，我们就处理一下。这是我要一个主角，这是干嘛呢？做史诗，加入宫廷，这个叫做雅薛13的学识，15的管理还可以，但他是一个犹太人。行吧，让他加入宫廷。啊，再看另外一个勇武的骑士，这人是谁啊？18和14。不错哎。招募他，这2个事件都还不错啊。如果你遇见一些不太好的事件啊，那就自求多福，自己判断。好，咱们处理完这个事件之后呢，举办一下朝会。100的威望，好。迅速处理一下啊！咱们要赞颂自己的文化，卡斯蒂利亚文化。没有人照顾他，为他的未来着想啊！这个是有一个小孩，我看这个小孩，加利西亚文化专横，可以稍微培养一下。那咱们呢，看要不要？有点缺钱啊，那就是让别人给钱吧。好，但是要让我来当他的监护人，这可不行。那咱就说忙不过来，给他找个家吧，让别人当他的监护人。啊，我的廷臣当他监护人。好，啊，这一位呢，解决腐败，御用建筑师会成为一个很好的财政主管，是让他任命他当财政主管。看一下，不行啊，他这个管理，我们给80块吧，捏着鼻子给他80块。好，处理完这个朝会之后呢，我们再到宝物这里。我们之前打仗啊，拿了一些宝物回来，把中间这个呢换成这个品质比较高的西梅纳宗族旗。看现在这个是加什么？加一些赋税，这个加封城的上限。好，然后这边已经展示在右上角，还告诉你已经展示了，不用重复点。建造花费。好，我们搞这种加赋税的吧。现在前期非常的缺钱。好，把这个上面呢放一个圣丁，又增加我们的虔诚获取。好，到这呢这一部分啊就处理完了。在之后啊，再来整一下军备。我们把这个弓箭手再加100人。那咱们继续，现在呢就可以对他们俩宣战啊！我的宣称。对阿拉贡也宣战，我的宣称，诶，刚还有一个亲王安乔的宣称，他只有一个伯爵领啊，不行，
咱自己来。好，然后把这个军队的召集点呢拉前点，拉到这儿来，召集全部的军队，然后呢，法国国王对阿拉贡的，巴塞罗那，哦，法国国王现在正在和巴塞罗那打仗啊，这，好吧，那咱就只召集他去绳索上阿拉贡，但感觉他应该赶不上，我这边应该灭得很快。好，咱们走时间。啊，这是先前我签的那一票婚姻。好的，全是婚姻。寻找乳母，15块。来，那我们现在的资金变富了，我们需要让它对暂停增长控制力，然后让我们的部队过来。嘿，这样。跟他们打一仗，在之前把将领换成我们自己啊，其他的将领还是不够强。我们看到呢，有一个克制，它只能造成20%的伤害。本来士兵就少，能造成的伤害更少。好，俘虏了一个参与者，加了10%。好，咱们呢点一个绝不退却，在我们作战的时候可以加5优势，这个非常好。看看战报啊，23比166。调个4倍速，啊，在他老家再打一仗，看我们现在已经是36的优势啊，加到5倍速。好，看一看，是25天，咱强攻一下，多损失点人。咱现在战斗获得的分数并不算多啊。好，我们遇到了这种啊，在拉拢的时候出现要我们如何去称赞他，这个时候呢是要跟这个人啊他的这种属性有关的，比如他有野心勃勃、怯懦和固执。我们夸一个不懈的勇气，看看，因为他固执。果然对了，好。我们暂停一下，看看他这个人是在干嘛呢？他是纳瓦拉的，好，我应该是要给他下封城指令，对，推广文化。哦，他还跟别人打起来了，他跟这一位打起来了。我要求他结束封城战争，看一看，看他行不行？因为我并不想让这一位被打下来，因为他被打下来的话，其他，哦。这一位领主他不听我的，那我有理由可以囚禁他吗？也没有，他们俩打起来了。继续加个速。哦，我们是多了一个针对我们的派系，然后财政总管走了，那就让，嗨。就是刚才那一位啊，就是他，吉普斯夸伯爵，在这任命他当我们财政总管。好，97。那咱们这个拉拢可以不需要了。
在12天之内打败他，就可以把他全歼敌军。如果在12天以及以上的时候击败对方的队伍，那就只能打一个追击伤害。好，我们现在已经赢得了，可以收下。咱分封一下，看看我们的廷臣们。总管的话，好像也是可以任命一个上阿拉贡市的市长，任命一下他。然后呢，从我们的廷臣里面找一下。有一个孩子，好，就你了，授予头衔，把阿拉贡整个授予给他。好，下达指令，推广文化。咱们的部队呢，直接往这儿推。哎，订婚的角色可以结婚了，好，结婚。这一位打输了呀，全部被吞下了。这可不好啊，这非常不好。我们有一位廷臣成年啊，这是刚刚成年。然后我们刚刚有很多的这一些俘虏啊，都要一下赎金。我们要赎金的时候，为什么会点了一个，然后其他好几个都消失了呢？其实是因为啊，这些人全部是另外同一个人的属下，所以呢，我们在要赎金的时候是跟那个他的老大进行交涉，然后他老大呢，在我们前一个要求达成之前呢，他是没有办法再去应答我们其他要求的，所以他会全部都禁用掉，等到他回复了我们上一个这种要求以后，他才会再出现出来。好，咱就在这攻着城。改变伯爵领信仰完成，我们看看还有什么伯爵领需要修改一下信仰，在这儿有一个灵感制造胸针，但是咱好像钱不太够啊。他要多少钱？95，太贵了，咱不整这个，我们把弓箭手再提升一下规模。好，我们继续。这是谁？维京人啊！我们遇见这种事件啊，这种维京人事件，其实最好都放他回去，这样的控制力水平可以增加，还是不错的。继续加速个时间。1078年 ，OK， 这个巴塞罗那的士兵出来了。啊，那我们就他跑的话，我们就不追他了。看，留下一个工程士兵，在我们自己的领土上跟他打。应该会有点优势。说我们会大胜，看一看啊。哟，他的重步兵是可以克我们的，但是呢，我们的这个统帅能力比较高。提议和平，巴萨拒绝。啊，其他囚犯要一下赏金。潜在同盟先不看了。好。173比790，非常好的交换比。咱们回到这来。然后部队就在这等一会儿。啊，我们遇见这一种啊，这种公爵他想改信仰，这种的话呢，我们一般都选中间这个啊，随便你信什么，效忠我就行了，这样可以增加好感度，并且呢，它只有50%的概率会转信。
然后我运气特别不好，他转了。我看看啊，在这里。我们要求他改姓吧，他100%会接受啊。所以我们不管他这个是不是悄悄的信其他的信仰，只要明面上看起来是这个就行了，不要让他改更多其他的伯爵领，改成其他的信仰就 OK 了。其实有的时候，如果你遇见不同文化的这种领主要改信仰，其实是好事。比如说，如果他改了信仰，我就可以理所应当的剥夺他这些头衔，别人不会视我为暴政。好，再次夺下来，我们再去攻打下一块地。勾引桑乔2世的计谋啊，还有人勾引我，可以的。哦，不能从里面走，得先出来。警卫被征召入伍，宫廷显赫度下降，看看。140的资金，我们再招一下士兵，把我们的军队再扩充一下。扩充一下攻城。弓箭手再扩充，扩充到4。他们往这儿走了。那我们下来跟你打。看，我在他的箭头变成白色了以后再下来，这样子呢，他就没有办法再取消行动了。哦，他能跑掉哎，但他后面要上山。我们有17的优势。好，刚刚呢，我们是在12天之内啊击败了他，所以呢，直接歼灭他的部队，还俘虏了公爵，这非常棒。咱们直接就可以宣告胜利了。强制执行要求。好，先解散一下部队，我们进行一下，还不能进行分封啊。这家伙他给放出来了啊！我们在巴萨这一边呢是比较不好的，因为我们只是拿了他的公国头衔，他底下的这一些小的伯爵领还是这些人呢。然后他们的文化跟我们不一样，都是加泰罗尼亚文化，我们暂时改变不了。好，这边处理完之后呢，我们在左下这里啊，其实还是有一块地是属于加利西亚王国的，我们还没有拿到，就是这一块，可以看一下它的法理层级，我们点一下它，法理上属于科因布拉公国，然后科因布拉公国属于加利西亚王国，加利西亚王国属于西班牙帝国啊，我们需要拿到它，不然的话是没有办法执行这一个决议的。所以呢，我们要跟他宣战，只夺取这一个伯爵领。好，先宣战，然后呢，咱把这个集结点放回到首都之后呢，我们再多增加2个集结点。我们在加利西亚附近，这个位置吧，放一个集结点。然后呢，在阿拉贡这里，中间这里这个城堡这也放一个集结点。好，然后我们这一次战争啊，从这里集结。好，等集结完了以后暂停一下，直接开下来，看看敌人啊有多少部队，3000多，咱自己就能打，不需要拉盟友了。我们现在的威望还不太够。哦，他是从这儿走啊，那咱追着他，往这儿追。我们解锁一个军事技能看一看啊，来一个有序行军，还是攻城呢？攻城机械效率，先点个攻城吧。有序行军这里面的这些掩护啊，这种数据是干什么的？这种掩护呢，就是在我们的士兵、我们的军队作战失败了以后，防止对方对我们追击造成伤害的。掩护越高，对方能造成的伤害就越小。啊，他应该去攻这座城，理论上。好，在这遇上，他只有14的统帅，这怎么打？
我们的妻子艾玛怀孕了，怎么怀上的？我们在外打仗呢，就是应该是刚刚停战的那几天啊，停战那个期间有几天就怀上了，然后过了3个月以后出怀了才能看到。好，那么既然现在啊，我们艾玛女王怀上孕了，我们就可以保存一下游戏，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好，那咱们继续派部队下来。就直接5倍速攻城了。强攻一下。啊，他就要跑，他追他逃，他无处可逃，啊，就被我们追上了。这个是在12天之内啊，刚刚就是12天之内，把他军队打崩了，所以呢就全歼敌军。损失非常惨重啊！看一看，好，我们打完之后呢，就直接去打他首都吧。好，这个生下了一个儿子啊！如果大家没有这个第一个啊生的不是儿子的话呢，最好是重新去读档啊，随机一下。最好呢，第一个孩子是个儿子啊，不然呢，有可能我们到死了他还没长大呢。他要16岁，我们都要多少了？56岁了，那能不能活到56岁都不知道啊。好，这边呢，他起了个名字叫恩里克啊，我们可以随一个卡斯蒂利亚人的名字。啊，随到了阿方索，那就叫阿方索吧。好，希望他一切顺利，我们继续攻城。嗯，我的私人医生要勾引我。给你找个老公吧，这真是给你母系婚姻。好，不要任何人勾引我，咱不接受。继续攻城。哦，我们这个孩子怎么多病啊？这很不好。哎，我们总管也没了，终于任命一个总管。希望私人医生能治好他吧。看看孩子。身体抱恙啊！我们继续攻城啊！这之前安排的婚姻，我另外2个廷臣成年啊，好，没问题。啊，看到这种事件呢，就是安排了这一个教师啊，他会给儿童提升能力，索要一下赎金。好，强制执行要求，解散部队。然后这一个我单独封一个25学时的医生，我们把他招募进来。将领招募一下，然后再邀请一波骑士吧。好，然后我找一个廷臣，这一位刚刚成年的，就你了，授予头衔，让你来当个伯爵。好，啊，拉拢一下，50块，这差不多吧。好，我们现在又有一个势力啊，这是谁？这边的这几个可以啊，他不是我们自己文化的。如果想造反，就让他们造反。他们的军力不是应该是打不过我的。你看，1300、400、100，哎，让他们造反。好，我们现在停战了以后呢，就可以让他去给莱昂增加一下治安。好，我们走走时间。我们已经进入了中世纪盛期，咱们来看一下这个决议啊。统一西班牙各邦，我们只差最后一个了，其他都完成了，拥有高军权或者绝对军权。好，来了一些骑士啊，咱看看，19勇武可以。哦，有制作武器的，看98，赞助一下。
咱们现在没有武器啊，这个身上的道具比较少。好，看看咱的军队。我们的军队啊，在人员没有满的时候，它的资金消耗是3倍的。然后每一个月呢，他们是增加10%，所以我们这一支部队应该是下个月就可以补员补满了。看看它的这个花费会不会下降？哎，对，花费就降下来了。好，这里打起来了，索里亚，谁在打索里亚？哦吼！你上面在打索里亚，这么凶，好吧。然后这一边的几个伯爵裂开了，巴塞罗那他裂开了，应该是他们的父亲死了，33岁怎么就死了？英年早逝啊！我们内阁没有军事统帅了，派个谁呢？深思熟虑的意见，武器匠他有什么想法？我有些建议，我们的军事比较强啊，就选这种高概率提高品质的，啊，更高品质很不错。然后呢，这个军事统帅咱派这个阿斯图里亚公爵吧，他的军事很强。有人想谋害我的骑士庞塞，咱的这个骑士还没有结婚。安排个婚姻吧，40岁。好，咱现在可以加速了。献给艾玛。又有骑士到达，我们看一看咱的仇敌怎么了？被食物噎死了，死于进食啊，很棒，降低了我们的压力。好，把这一位招募进来。看看啊，他这个22的军士，34岁，安排个婚姻吧，都要有个后代才好。好，我们继续。我们看一下收入的构成啊。朝贡的话是5，主要来自于这一个图莱，但是呢，图莱占着我们的法里首都托莱多，所以后面还是要想办法跟他开战的啊。但这个时候呢，我们先休养一下生息，看看咱桑乔多少岁了，42岁了。宗室特权呢还有7年时间，这7年我应该再打一仗，攻击一下这个泰法吧。好。咱们保存个游戏，保存好之后呢，就直接点它进行宣战。我们宣战理由啊，不要选这些什么夺取这些法理，这都只有1块地，太少了。我们呢，来一个攻国圣战。但是这些统治者可能会加入1000的士兵，他多少？他4000的士兵，那我们可能要拉一下盟友了。咱先2个盟友宣战，然后速度降一下。召集盟友，来吧！阿方索跟我仇敌不愿意，行吧？哦，这一波是有乌合之众的造反，他们反而势力不足了，哎，这太垃圾了。好，我们在这里呢召集一下军队，需要10天的时间，还行，不算太久啊。可以看到呢，他先召集都是本地人啊，都是征召兵，而并不是我们的主力。我们的这一些叫什么呢？兵士啊，我们的兵士呢都在首都，所以啊，他们是最后赶到的，这个就非常的真实。你的士兵集结的时候啊，主要部队是谁？啊，我们的兵士到达了，后面一些啊征召兵就从更远的地方赶过来了。好。我们能直取他的首都。骑士已到达，什么属性？16，可以招募到宫廷。这是制作武器的这一位，50块钱给吧。
啊，招募到宫廷。然后呢，我们又没资金了，那就再中断一下，还是不能负债。好，我们看看这里啊。然后呢，我们过来，灵感实现，做了一把紫色的匕首，这太棒了。好，把它装上。其实我是挺想要一柄剑的，但他给了个匕首，哎，行吧。哎，我们应该中途拦截一下他。哎，我的工程部队跑了，把工程部队拖走了，这失策了。然后看看农民啊，这边农民起义了，那我们这支主部队等会回去镇压一下农民吧。好，这一只打掉，我们来攻一下这一只。好，加个速，我们的军事提升了，来个有序行军，还是见招拆招？见招拆招吧。好。然后这个呢，去到这儿，打一下他。这里农民攻城应该攻不太进去啊，这3个应该都是大胜，不用看了。也不需要召集其他人来参与我们的内战。不走啊，看看这儿，完全被克制。好。军事援助，你有多少兵？32块钱。防农民暴动就算了。哦，这支部队过来的话有点危险啊，给一个29的，不对。你法国怎么回事呢？跟着我跑。他们过来吗？你们过来吗？只过来1600，好，这也打赢了。OK。火速驰援这里，时间已经到了1082年，目前这里还是可以打胜仗的，但是这支部队过来就应该就不行了。看看我们，哇，我们这好惨啊，打不过，还是打不过。战败，撤了。哇，要撤到这个地方去，撤太远了。还是得咱们主力过来。妻子又怀孕了，你是怎么怀孕的？又一位廷臣成年。好，这场战败我们损失多少？损失了400名。OK。22的勇武，我们招募一下他。谈判放人，招募。好，大胜。强制执行要求。OK， 我们就获得了这一整块地盘。这个时候呢，我们给这一位上阿拉贡的伯爵授予领地。授予给他吗？要不要授予给他呢？卡斯蒂利亚文化，说算了，我们重新找一位，找另外一个家族的。哦，我还有一个卡斯蒂利亚的骑士，也给他找一个婚姻。然后呢，这一位廷臣，嘿，刚刚成年，授予他这些地方。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篡夺啊，这一个塞赖古斯泰泰法。这个塞赖古斯泰实际上在欧洲人啊嘴里叫的，就是在这些基督徒嘴里啊，它就是阿拉贡公国，
啊，只不过在穆斯林嘴里是另外一个名字。好，咱们这边就搞定了。这支部队还不能解散啊，加速个时间。好，咱们后面呢就会经过一段比较安逸的时光啊。文化推广完成，咱呢继续往这边推广，因为这一个公爵岭呢不是我们的卡斯蒂利亚文化，是不会帮我们推广的，所以得我们自己手动来推。然后莱昂的这个治安还是要维护一下，其他就没什么了，继续啊，对，让这一位伯爵也是推广一下文化，生了个女儿。他说：“哎，他这个名字呢，他会说妈妈有可能会帮着起，叫安娜，按照他的妈妈的名字，可以啊，那就安娜吧。”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其他人的加冕礼，咱们呢如果压力比较高啊，是可以去参与一下的，但现在啊不是很想去做这件事儿。胸针多少钱？95，哎，资助一下吧。我们现在这个阶段呢，有钱就会需要啊，再扩张一下我们的部队。然后我们的孩子现在3岁了，3岁搞一个监护人，我们自己当监护人。我希望他这个体弱多病可以赶紧过去啊，应该是6岁左右可以，如果还没死，可以去掉这个体弱多病。他获得了闹腾啊，军事和谋略加1。好，宫廷当中有事件，哎，这一位公爵给我们一些荣誉和显赫度。好的，然后呢，处理一下这个事件。斐利送我一匹骏马呀，我会亲自训练这匹马。可以，我们获得战马，战马可以增加勇武啊。我们给它起一个跟历史有关的名字，查理曼的爱马。叫什么呢？那叫唐桑杜吧，查理曼的。哎，我们刚刚这一位正在拉拢的已经可以了，看看他们2个的友好度10和-100啊。我们在灵感这里呢就可以献给他们，然后以获得他们的好感度，加50，还是非常多的。这样点选一下，我们有一个新的宗族的传承可以点了。我们的宗族威望啊要到1000多才可以开始点这一个我们的传承，并且呢你每点一次啊都会增加500点消耗，就下一个要你还想点的话呢，就会需要额外多加500点的消耗。我们看一看啊，现在咱们有啥？这是之前别人点的，我们一般需要点一下这个控制力增长，民众好感度增加，先点一下这个。前期的时候呢，先点这种正统性，因为为了防止底下的人造反，多点一些正统性相关的。然后中期以后呢，就可以增加一下我们的生育力啊，亲族传承这里，这个最后呢是可以增加我们的寿命。所以在这一步的时候，我们先点一下正统传承。好，好，可以举办朝会了，来举办一次。这是谁？他想做啥？宫廷诗人，但是他的较差不太行。做个针灸人吧，这个还行，来，做针灸人吧。被压抑的商业，这是什么呢？啊，两边人打嘴仗，那咱们看一看啊。发展度增长会变慢。我们的这个地块啊，它的发展度是最为重要的一个经济指标。发展度越高呢，你能收税收的就越多，所以发展度增长降低还是不太好的，并且还降民众好感。但是呢，这是一个50%的概率。看上面这一个，上面是30%商人感动，下面这个的话是50%给我钱，但是降好感。我们选这个吧。哎呀，
成长度降低了50，被压抑的商业太惨了，太惨了！这是我们首都啊。我看这个小丑这个人不行。好，看看咱的首都发展度多少啊？只有9了哈，太惨了。还不如上面这个伯爵岭发展的好，太惨了。我们这一块其实发展度很低啊，真正的肥的在这儿17、15，等我们夺回原本的法理首都啊，才比较好。我们继续走时间。哎，私人医生啊，私人医生去世了。哎，我们这里人去世了好多啊，都任命一下私人医生。哎，这直接有一个良好的私人医生，那还不错。乳母的话，我们可以招聘一下。好，再看看其他的职位。教师没有问题，御马官，增加我们骑士的战斗力是可以任命一下的。我们现在每个月有10金币的收入，还是不错的。宫廷史官，狩猎总管，咱现在不打猎，不需要这种狩猎总管了。这个是做什么的？虔诚。长善小丑，我们现在没有压力，也不太需要小丑。好，先任命这一些，看一下咱的决议还有一些什么。骑士不足，我们，哎呦，骑士要到90年才行。很多囚犯，看这些囚犯能不能，也不太行。看他们有没有什么属性比较好的，我们可以招募进来。没有什么属性好像，就这一位，谈判放人，招募进来。学识还不错，学识不错，看招进来能不能让他发一个终身誓。乳母找这个良好的。好，这一位进来了以后呢，我们12的勇武，成为神职人员。他有47%的概率会接受啊，我们没有牵制，就先尝试一下。妻子插手，跟这人交谈。留给专家吧。好，让我抛弃啊，他不接受啊，不接受就算了吧，就当我的一个骑士吧。寻找一个配偶看看。子女概率行。好，我们继续走时间。啊，我们的孩子终于解除了这一个多病的特质啊，不会死了，不会夭折了，这很棒。好，愿你变得强壮。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出现了这么关键的一件事啊，孩子没有死啊，达到了3岁。我们等会儿应该存一个档，看看这是什么事件啊？图来泰法旁边一个帐篷，想评估一下两国紧张关系。发起单挑，是这人侮辱我了吗？完全没有意识到，不是一般的军事领袖。来，单挑吧，给大家看一下怎么样进行单挑。单挑的时候呢，自己的勇武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现在有21啊，看看对方呢，对方只有8，这本身呢就是一个巨大的优势，因为勇武会决定我们的攻击力以及我们的生命值。他的生命值会比我们少很多，攻击力也会低很多。然后我们就在这里选啊，这里呢是我们每一击会造成多少的伤害，以及会受到多少的伤。像这种攻击招架反击呢，在我们这个角色啊，它勇武值很高的时候就会比较好，提升较大的胜利概率以及中等的受伤风险。我们点这一个，看胜利概率中等提升，受伤风险略微提升。我们不选这2个增加压力的。好，再看一看，再选这一个啊，胜利了，很棒。他获得了受伤，并且怀恨在心。我们现在呢，相对就会安逸一些啊。我
们看看这边，这是谁呀？能跟他开战还不能开战，还在停战协议当中。那我们现在呢就直接最快速度加速时间，我们要等待的呢就是这个革新，等待宗师特权的革新好，4年的时间，如果没有特别重大的事情啊，我呢就直接跳过了，不进行展示了。好，咱们走时间。哦，法国出战争了，我们同意吧，但是不一定去参战啊，不一定去打。我们点一下技能。好，下一个呢是这个我们的部队，先看一下勋号骑士。然后呢，我们这2个勋号骑士在它的主头衔下都是可以解锁新的这种更高级的士兵的。那么这种高级的士兵呢，一定要放在主头衔下才可以解锁，同时呢，会需要你的这个勋号升到了3级以上才可以使用它。那么我们现在2个都升到了3级啊，所以一个是护从长枪兵，一个是这种护从先锋军啊，就是这个重步兵，我们都可以使用它们。咱现在呢，直接就先取消掉这个重步兵，然后创建一个新的兵团。那钱还不够啊，那跑时间，加钱。好，这个灵感完成，咱把这个胸针装上。好，钱够了，招募一队。咱继续等钱。好，咱的儿子第1次掉牙，怎么做呢？把这牙给他吧，不给他钱了，咱现在没钱，缺钱。我们看一下这个护从长枪兵135，咱们攒到135。我们不要给他起外号叫什么时尚王子啊，给自己加点压力吧。好，钱够了，我们把这个长枪兵也解散，创建个新兵团，护从长枪兵。OK， 把他们俩都驻扎一下。长枪兵我记得是驻扎在这儿的，然后重步兵，重步兵驻扎在那儿了，那长枪兵驻扎在这儿，这2个应该是一样的。看看，小山堡和木质兵营，这里呢，木质兵营小山堡没错。继续走时间。那法兰西战败了呀。好，我们看看，现在法国就不是我的盟友了，应该。对，我的盟友应该没有法国了。现在我们会需要再跟他安排一个婚姻。那兄弟姐妹可以吗？我们找一个我的女儿，国王，安排婚啊，他老婆也死了，那咱安排一个，我觉得他活不到咱的女儿长大。先这么求婚，先把这个盟友还是要拉上。这种事件咱跳过，不管它，不要改变我们的继承法。好，我们有一个公爵啊，他呢被我们获得了一个牵制，咱就，这是哪一个公爵？比斯开公国，是这一位，是他。看看啊，如果是他的话，看我们能不能直接剥夺他的头衔呢？把比斯开公国给剥夺过来。使用了牵制也不行，并且我们会增加这个叫什么？增加暴政，那就算了。我们修改一下契约吧，让他多出一些这种征召兵，使用牵制。我们使用牵制就没有暴行啊，没有暴政。改一次，继续走时间。好，我们这个公爵不需要再拉拢了，给他下达封城指令，推广文化，然后呢取消掉这个计划啊。另外一点呢，我们在领地这里啊，第2个臣属这儿可以直接看到所有的封臣，比如说这一位，他是可以下指令的。那么他文化呢不是卡斯蒂利亚，我们就让他建造经济建筑啊。这个呢就可以看到他已经有指令是在改变文化。往下看啊，改变文化，改变文化。好，没有了。
啊，这里就可以统一进行这种指令的下达。安娜第一次走路啊，问一下她还能做什么，提升一下她的勇武。然后呢，咱的孩子，哎呀，我们首都怎么闹瘟疫了？患病了，封锁一下首都。再看一下咱们的医师啊，私人医师还没有问题。好，然后宣称者先不邀请，我们的威望并不够多，继续往后走时间。哇，这个瘟疫果然来了！国王桑乔接，接着点一下一击脱离。然后呢，这个总管死了，指派这一位吧，16。好，又有个敌对势力啊，这是谁？5位，1200啊，可以，你们来。好，我们现在又有一些钱了啊，继续扩张一下咱们这2个部队。这边有一个西洋棋挑战，我们参与一下。对于我们这种军事能力特别高的人呢，西洋棋挑战啊，就直接选军事就行了。你会需要啊，至少这3个能力当中有一个是突出的，军事啊，然后计谋啊，或者说什么学识啊，咱们这样全部选军事，很轻松就赢了。着急加入战争啊，这是谁？尊重我们的同盟，你是我的朝贡者啊，怎么是同盟呢？防守一方。啊，同意吧？但也其实没有必要去真正的帮他，同意就完事了。购买停火协议，你是谁？这边的啊，拒绝。臣服于宗主，这个我就拒绝掉了，因为它并不一定会发生。所以呢，如果我占这么大个便宜，你看我的攻略啊，你没有发生这个事件呢，就比较吃亏。所以呢，我就拒绝他了。但如果你预见的话，直接就同意啊，并到你的地盘里面去了。好，6个月之后，他们发送最后通牒，很好。但这一位你跟我是这么好的关系，你是怎么加入他们的？强制加入派系，被强制加入可还行？1个月之后发送最后通牒。好，他们就快要发送最后通牒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先保存一下游戏。好，保存完之后我们就回来，然后集结一下军队吧。集结在这儿，集结在这儿吧。然后走一下时间，看他们什么时候发难。我们顺便还可以看一下，要不要下去帮一下他们，帮一下我们的附庸国。好，时间加速。我们往这儿走。好，这个小部队我们应该是可以捉住了。哇，63的优势啊！他们肯定是打不过。哦，又发瘟疫了，我们看一下。贡萨洛流感什么地方？哎呦，直接发在这儿啊！那咱封锁一下首都。好。哦，打空了。看看，300比16。很棒，看2军对比呢，只剩4000了，那么看来是没什么希望了呀。我们在这儿把这座城夺回来。哎呦，儿子得了肺痨，采取激进还是小心谨慎呢？我激进一点。
症状极大减轻，为期5年。好，这一波人是想要做什么来的？看一看。啊，将拉米罗送上宝座，不会被威胁。好，我们这一场战争看一下啊，对方是2900的士兵，量不够啊，他这个。我们拉一下法国的国王进入战争。好，先让他们在上面打一会儿。法国加入了，我们2支部队合并一下，合并在一起。在这上面跟他们打一下，看一看效果怎么样。应该没有问题。我们现在又有钱了，再增加一下部队的规模。哟，女王也得了，小心谨慎吧，那就。这一波有点厉害啊，这个瘟疫还是个流感。我们获取了一个敌军旗帜，什么旗帜啊？一个绿色的旗子。宫廷显赫度+2，扔了吧，不需要它。好，我们走了。好，我们这个附庸国这场战争，他们已经可以赢了，600比900，好，胜利。我们回城，加到5倍数。OK， 双侧崎岖。来捉一下他们。哦，我的女王，女王去世了，我们小女儿还破相了，太惨了。那么是不是时候再娶一位了呢？看一看，找一下这个。申罗年纪有点小，这不太行。英格兰呢？自己，你这年纪都有点小，我这等不及啊。西西里呢？看一看，看西西里多少？6000多的军队。安排一下婚姻呢？你自己没有人可以安排。那我们现在。哎，对，还有拜占庭，自己，4岁，我们等不及啊！我们现在年龄这么大了，这场瘟疫来的不是时候啊！一场瘟疫可以毁掉一个王国。苏格兰看一看，2800的军队，安排一个婚姻，自己不行，那算了，我们直接寻找配偶吧。22岁，加利西亚，属性不太行，我们找一个外交高一点的。注意，就是在找配偶的时候啊，不能找这种出身很卑微的，不然的话呢，会降低我们非常多的正统性。这个声望倒是没什么，主要是降正统性，这个很致命，所以不能找出身卑微的，还是要找这种有家族的。看一下这一位，39岁，也是要减我们的声望。减威望的话就还好，但是他39岁，子女概率比较低啊。威望收益呢？盟友实力，相关性吧。找这一位呢，中等，但是他们很废啊，脆弱不堪。这个同盟，先这样吧，就这样吧。先取过门，我们继续进行这边的战争。
军事技能点荒野求生，增加我们的补给量。好，在这里可以对上。好，这一场仗是全歼敌军啊，非常厉害。OK， 然后再到这来，这场叛乱很快就会结束。我们时间加速。好，再一次全歼敌军。我们长喜大臣换一个人。哎，哦，我的女儿死了，这很惨，这太惨了。指派一下这一位。攻个城吧，讲道。那我们和法国的同盟应该没有了，同盟失效。哦，他不是统治者。我们另外一个啊，先不看这个了，我们看一下保留野心勃勃。野心勃勃没什么问题，可以保留。加速一下时间，着急加入战争，先同意吧。又是防守。好，可怜的妻，太惨了！这刚娶的妻子，赶紧叫医生来。我们先把内战结束，然后呢，看看囚犯里面啊，有没有抓起来的。他是这里的，我先把他们头衔都剥夺一下。在我们的这个封城进行了造反之后呢，如果他失败了，抓住他是可以合法的剥夺他的头衔的。看，因为他犯下人尽皆知的罪行啊，罪行是反抗我，这样他们可以回收他的头衔，而不被视为暴君。好，收完了以后就谈判放人，放弃宣称。属性还行，招募吧。然后这一位，比斯开公国，巴斯克的，剥夺头衔，把比斯开公国拿回来。好，然后可以再剥夺吗？看一看。再剥夺应该就不行了，他的一个罪行只能对他处罚一次，不能太多。好，那么纳瓦拉暂时先给他，他就有300多的士兵，啊，先关一会儿吧，先把他关一会儿。啊，这一位呢，比斯开女伯爵，剥夺头衔，比斯开伯爵领啊，直接剥夺。好，啊，这一位呢，可以直接谈判放人吧。看，有人来拿钱赎吗？拿钱赎，拿钱。这一位有领土，没有领地，也没有。啊，这次叛乱，这个巴塞罗那这里没有参加，我还指着巴塞罗那参加呢。哎，这不好。哦，这一位也可以剥夺一下。哎，这一次只能夺一个，不带感。他是卡斯蒂利亚的，算了，不剥夺了，放他出去。他是被迫加入的，不剥夺他的头衔了。谈判放人还是索要赎金呢？索要赎金50，比较值钱这个人。好，那我们应该是处理完了这些人。现在我们军队过来这儿，打他一下，然后重新进行一个分封。我记得这里是有一个，之前应该是有一个卡斯蒂利亚的人，看一下。哦，咱的私人医生都没了。
先随便招募一下吧，把人补上，然后找一下。刚一波瘟疫，我们死了好多人才啊！这一位海梅，我的骑士，授予他比斯开公国吧。好，然后推广一下文化。6，我还没收了哪儿啊？啊，在这儿，没收了这儿。这的话，我也封一个卡斯蒂利亚的人过去。这一位，我的廷臣，哎，是骑士啊，御马官。这一位呢，13，已经有了一个孩子，授予吧，让他成为一个伯爵，把巴塞罗那公国给他。这样好像不太好。然后封臣指令，推广文化。OK， 啊，自由全系就没有了，解散。好，宫廷医生找到了一个适合当医生的人。平庸较差，不行啊，2个都没有好印象。希望这一波瘟疫能够成功挺过去啊，太难了这个。秘密被曝光，阿方索指控我的兄弟搞婚外情。啊，好，丑闻啊，可以了，可以了。内阁成员又再次去世，他怎么死的呀？看一看，睡梦中死去，这种很有可能是被刺杀的。这种阿斯图里亚公国。现在我的军队里面发生了冲突啊，一般是发表演说，啊，就有1半的成功率。然后军事统帅我们指派一个，指派他吧，25呀，长喜大臣又死了，啊，不是，同一个人，好吧，那就这一位，巴塞罗那的公爵。好，看一看这一边，瘟疫看起来是快要过去了，咱儿子好了没啊？还没好啊。女儿还死了，太惨了！这个女王也岌岌可危，重要宾客一来就感染，太惨了。然后看看他是哪一个公国？哇，图卢兹公国的一个宣称，先不管他吧，暂时先不管他。我们现在没有时间和心情去管法国这块地啊。哦，战败了，啊，那就算了，全部解散。好，我们现在有了很多钱，就继续呢提升一下我们部队的规模，先把什么投石车升满，然后骑兵升满，啊，这些贵的再慢慢来啊，升一个这个，升一个这个，好。哦，这遇见一个事件啊，咱们的公马患病了。我们现在这么大年纪，应该也不需要这匹马了，就让他他自己撑过去了，很棒。我们就没有失去啊，支付赎金，行吧？好，我们只要和教宗的关系啊足够好，比如说像现在我们有+14的好感度，那么呢？我们可以啊向他申请金钱啊，在我们没钱的时候申请资助，这就很好啊。申请完了以后呢，我们再来要这些赎金。通常只有在你钱比较少的时候啊，才有刚刚那一个提醒。如果没有那个提醒的话呢，我们就得自己到梵蒂冈
啊，在这教宗国找到教宗，然后呢，又见他，向他提起申请。我们现在是不是跟他又有，哎，没有停战协议，这很棒。查看一下我们王国状态。经过刚才那么一闹的话，哎，宗室特权已经没问题了。好，在这儿，法律这里，把我们的高军权通过。高军权通过之后呢，哎，稍等一下，上面有支付赎金的，拿一下赎金，我们就可以直接执行这个统一西班牙各邦的决议了啊。我们从这个视频一开始，上一期一开始就在筹划的这一个决议，好，成功完成。这样子呢，我们再看王国头衔啊，就是卡斯蒂利亚是3个王国。这边呢，纳瓦拉没有被并进来，是因为我们还有一块地啊，纳瓦拉还有一块地没有被我们吃进来。如果这一块吃进来的话呢，包括这2块，如果这2块都吃进来的话呢，它可以把整个北方所有天主教的国家都并成卡斯蒂利亚啊，但是那样子不好啊，不利于我们后面完成这个斗争。所以呢，我们现在最好的就是只收这3个国家，然后我们文化相对而言就比较轻松，把这一边侵蚀掉。全部变成卡斯蒂利亚文化就够了啊！这边的什么巴斯克的这个文化、阿拉贡的和加泰罗尼亚呢，就不用先管它，可以更快速的帮助我们达成建立西班牙帝国这么一个目标。好，这样子呢，我们完成了这一个传奇决议啊，给了我们一个传奇种子，叫做卡斯蒂利亚王国伟业。这是一个传奇，我们呢可以去推广它，可以给我们非常多的修正啊。可以看，每个月的威望增加，军事+1到+4的增加，然后呢，男爵领的驻兵伤害都会有增加，民众好感度还增加，非常有用。我们先点它啊，但是呢，它的劣势在于要花钱啊。我们每个月现在加12，它呢单独维持它就需要每个月5.6这么一个金币。好，我们选自己创建。好，看咱现在的状态是身体抱恙，50多岁。咱孩子也，啊，孩子还行，孩子还行。虽然得了肺痨，这个肺痨是不是好不了啊？难道是一个永久性的疾病吗？这可不好。如果大家遇见这种得肺痨什么的，最好还是 SL 一下。我们的新主教还不受我们拥戴，不拥戴我们，用个计谋拉拢一下。好，我们对他可以宣战了。斗争冲突，夺取所有的，或者在这儿对他宣战。获得65块，夺取这个国。好，然后呢，对他也宣战。我们直接选择斗争冲突。斗争冲突的逻辑呢，是跟他的领土跟我们领土接壤的全部都可以一次性获取。这个也是我们点了军事上面的一些天赋啊所带来的，不然的话一次只能拿1块，就比较磨叽。好，我们再次集结军队。着急不了法国了。召集这一位吧。好， OK。感觉我后面应该不会有其他的孩子了。我的这一个第1代王真是玩的是最惨的一代啊！录视频玩的是最惨的，运气最不好，孩子生的少。哦，这个是做一些暗杀，不要那么野兽，善良一些。我之前自己玩的时候，都至少能有个4、5个孩子，这一录视频就搞不定。好。我们内阁又有一位死了，军事统帅是战争打死的吗？好像是战争打死的，这有点惨。我们去攻城吧。
OK， 夺取。夺取了之后直接就归了巴塞罗那了，这很可恶啊！要求改姓，要求他改姓吧。啊，他是归巴塞罗那了吗？哎，不是啊，直接是我的封城。那我可以后面等停战协议过了以后，可以夺他的领土，咱再去打这一个。啊，不会为你的灵魂付出代价，那么就囚禁他，囚禁起来。好，他被囚禁了。但是呢，我们现在还不能剥夺啊，因为我跟他之间有停战协议，所以呢，在此时他不是我们的这个天主教国家，所以他收税就不同啊。我们单独有其他的税率，所以刚刚跳出来一个收税区。税务管辖区，我们可以改变它的征税法令。现在是基础赋税，也可以给它做那种天课，就是你的这个信仰跟我们不一样，直接给你来个天课，我觉得挺好的，来个天课。这种天课呢，其实是原本是伊斯兰教对其他信仰的人征收的，我们现在反过来，天主教对他收。OK， 21比710。不交好友了，不需要交好友。继续攻城，体液平衡啊，费劳是可以好的，那我有信心多了。希望咱的孩子也可以好吧。血与口水，阿方索，有人在阿方索的食物里面吐东西，是你呀、迟早复仇，睚眦必报，谋略和勇武增加，但是减外交。我看看有没有能加外交的。我希望我的第2代王可以外交高一点，但是军事这么高，也是一个战狂啊。让他选冷静吧，好歹加一点外交。狡诈呢？狡诈应该是减外交加4谋略。如果主修谋略的话，这还是不错的。看睚眦必报是减2外交，那就几乎没有外交了。冷静吧，增加我们自己一点压力，给他一个冷静。然后看一下我们的事件啊，这事件就这2个，灵感，咱现在没钱啊，就不整这个了。OK， 对面臣服，好，然后解散部队。这一块呢，我看一看，比斯开公国，卡斯蒂利亚的授予给他，一样去。改变文化，可以举办朝会了。举办一个朝会，第一个是什么呢？啊，举办庆典，宣扬卡斯蒂利亚文化，不错。然后这是什么？要求我修改他的契约义务啊，这个不可能的啊，不可能跟这些封臣修改契约义务，消耗我们的威望。让他不要搞。然后这是什么？充斥着骚乱和土匪活动，匀出一点钱，控制恢复。啊，我们可以这样，民众好感度降低，但是控制力增加。降民众好感度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啊，民众能形成的那一种反抗势力非常的有限。好，我们的部队又可以扩张了。这个重步兵增加一下，荣耀广为人知。啊，这个是俘虏，咱也把俘虏的处理一下，赎金都要一要。然后我们有一些封臣可以转给法里领主，这一位先不转，这一位我是要剥夺他的，所以先不转。这个是谁？加泰罗尼亚的，那要不转移给他吧？巴塞罗那公国，转移给他。咱们就继续跑时间吧。同时呢，在文化这里啊，把文章学点上，因为呢，它会帮我们解锁这个高等分割继承制。
这个呢比现在的这一种什么平等分割继承制呢稍微好一点，可以让继承人拿更多的这种头衔。好，那么这一个是传奇相关的一个事件啊，我们一般都选这一种这个加压力的肯定是不干的，拼一个概率，消耗了没成功。好，哦，这边他这种事件呢是要求我们改变当前的继承法，这个肯定是不要去修改它的。我们就对它有这么一个牵制，那就可以修改一下它的封臣契约啊，使用这个牵制啊，这个很棒。好看，这是谁？有一个人，加入吧，让他加入我们的53岁，可以给他找一个配偶，寻找一个配偶，找一个34岁的。好，也是一个卡斯蒂利亚的人。现在我们跟他还是还是停战协议状态，继续跑时间吧。因为我们现在身体状况已经50多岁了，是属于一个随时可能崩的状态，所以呢，尽量少花点钱。真正的英雄啊，我要说服我的人民。又有囚犯，跟囚犯索要一下金钱。然后呢，我们的私人医生不在了，要再雇佣一个私人医生，良好，然后再招募一下。招募不了了，有人上任的话就招募不了了。好，再索要一下金钱。我们在即将换人的时候呢，最好是多留点钱，因为新王继位的时候会有很多麻烦的事情，手上无钱的话就会比较难受。继续加速一下时间，同时看一看这个各地的文化转变的怎么样了。这个莱昂伯爵领转变文化好慢啊！我们现在呢，因为有了这一个最高的绝对军权啊，所以不需要好感度就可以对所有的封臣下达指令啊。这个被关起来的不一样，看看这个是谁？卡斯蒂利亚文化，推广文化吧。这是加泰罗尼亚的，就建一下经济建筑吧，就不要推广文化了。好，看看这个什么朝贡者，不管他。这里他什么文化？巴斯克的，建造一下经济建筑吧。好，处理完了。然后对我们的这一个朝贡者，应该可以修改一下他的朝贡契约啊，让他多给点钱，多给点威望啊。威望不需要了，钱多给一点啊。修改了，不开心。但是咱可以拿很多钱，这个非常棒。又有一个挑战咱棋盘游戏，同意。我们就盲点军事，下得好，好。这有一个长剑，我们让他做一个吧，50块钱资助他。好，看看咱们还能挺多少年。我失去95啊，50%投资，上面这个吧，56%的概率还拒绝了。同盟谈判，这是谁呀？多少人？400多，签订同盟。哦，又有一个是谁的法理领主？这是第几个属性了？最后一个属性了。傲慢是增加威望。慷慨增加外交，多变应该是增加计谋的，外交和谋略都增加，但是不想让它减管理啊，咱们用这个慷慨吧。好，10的外交作为一个基础还可以。然后这一位在这儿啊，不转封给他，不转封给他。
我们需要它改变文化的。好，我们自己的文化转变好了，那么进一步转变这里的文化。好，看看这个莱昂的这一位女公爵，转变一下文化。然后这里的这一位公爵也指令推广一下文化。那么照道理应该这个9年啊，天哪！我们只派这一位吧，21，这样只要7年。这样子呢，应该是几年的时间，这里他们的文化都应该要至少变一格吧，有一格的改变。好，咱们献给妻子，再索要一下赎金。咱们就把它放出来了啊！这是谁？造谣。我们使用前面这个，不要使用第一个，使用这一个。你说的就是你，这样子呢，即使它酱油好度，但不会影响什么其他的东西。他这是想干什么？互换人生。嘿，多么无理的提议，不可能的。继续跑时间，丧钟为谁而鸣？啊，增加一下自己的压力。但是呢，后面还可以再捡回来，所以这个可以选上面。我要永生。好，我们点好了军事家之后呢，看一下先跟妻子成为灵魂伴侣，然后我们点一下管理，先放到收入重心。看我们能不能运气好一点，再生个孩子呀！啊，在这儿，我们呢，终于明白了，人是无法永生的。获得心平气和，并且减了45点压力。这个呢，选上面这个，看看，被戳穿了谎言。这个的话，先不做这个投资，我们现在先攒点钱，不花钱，不乱花钱。造了一把长剑，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把长剑怎么样。先拖到旁边去，在武器这一栏看一下，长剑，平原优势+5，这个可能打仗的时候可以带上。啊，那现在就带上吧，打仗还是比较有用的。好，这又是一个需要看别人属性啊，看人下菜碟。它有诚实、暴食和耐心。那只要有诚实啊，我们都选这个第3个。或许我们应该说实话，他就很高兴，帮我们宣传咱们的这一个传奇。我们继续。失去压力，非同寻常。好的。强力封城死亡，内阁成员啊，这一位终于死了。咱们换巴萨的公爵作为谋略吧，间谍首脑吧。好，继续跑时间。召集我加入战争啊！神罗，这是干嘛呀？进攻一方。反抗暴政啊，先同意吧，这不用去帮他，不要去帮他，他在哪儿呢？在这儿呢，不去帮他，他势力太小了，不值得。好，时间到了1094年的8月8日，我们的妻子幸运的又怀孕了，啊，这非常的好。看咱们现在一个孩子，他是能给我们生个女儿就好了。如果生个儿子的话，就会面临这个继承权的问题，有一些伯爵领会被分出去，那么我们就会需要在下一代人呢，赶紧把这个图莱泰法给打下来，夺回我们的法理首都托莱多，不然的话，我们这一边的伯爵领会被分出去。好，看现在的反对派系只有一个自由权派系啊，没什么问题。
看看我们的我们的这个停战协议期限已经到了，就夺取他的头衔吧。再夺取一个，第一个是处罚他的罪责，第二个的话是因为他是穆斯林，所以我们夺取他的这个夺取他的领土是没有问题的，大家视他为邪恶。好，这样子的话呢，找一下我的廷臣。哟，这有一个20军事的招募进来，13外交招募进来。然后呢，我们找一位卡斯蒂利亚的，我的长喜大臣，36岁。塞戈维亚家族，为他找一个妻子。好，然后呢，授予他这里的头衔。OK， 让他推行一下，还直接可以剥夺，他是个有罪之人啊，这很好。我们修改一下指令，让他推广一下文化。再看咱们的主教还有哪些地方的信仰是可以转化一下的，这里可以转化一下信仰，因为这一块已经不算是我们卡斯蒂利亚了，所以先不用管。好，看一下我们的宫廷，首屈一指的骑士，把他们剑收了，给他们发训练用剑，他们俩要决斗啊，要演化成仇敌。OK， 退出。那咱们呢？现在呢，再存个档，因为毕竟遇见了这种老年得子啊，也不管是女儿还是儿子，都是好事。保存一下。好，继续走时间。他需要变得强壮，我们让这个马匹变得更强壮吧，花点钱。然后这一个关起来的这一位呢，找到他，关起来这位呢可以谈判放人，10块钱奖励不需要他有，然后放弃宣称，招募他。这不用招募了，让他走人吧。啊，这一位的话什么都没有，直接放人了。这一位呢没有赎金，直接放人吧，把牢里面清空。好，这有一个有人来勾引我们啊，把这个赶走，不要。好，下一个重要的事件，1095年的2月1日，教宗，这是谁啊？维克多三世，他呢准备发动十字军，我们呢接受他的神之旨意。好，我们生了一个女儿啊，稍微改一下名字，克里斯蒂娜吧，就叫这个。哦，我的私人医生又死了，咱先招一个私人医生看看，没有合适的，那就使用寻找医生这个决议。OK， 我们稍微等一下，把速度调下来啊。现在呢，教宗已经筹备好了进行备战。我们呢是提供勇士，我们会参战。参战的话会有好处，好，来看一看。这样子呢，我们如果要参战啊，会赋予一个受益人，这是什么意思呢？给大家讲一下。就是首先我们看这里啊，十字军，十字军呢，它其实就是打这个穆斯林的，以及其他一切的异教啊，不只是穆斯林。如果后面有蒙古什么，也可以打他们，反正只要是异教徒都可以去打。所以呢，我们这个地方呢，可以让他不用去东征啊，我们让他西征到伊比利亚半岛上面来搞事情啊。我们这里啊，需要花费一个500的虔诚，然后呢，让他改变目标，改变成什么呢？改变成这个瓦伦西亚王国。你看，还可以是安达卢西亚王国，但是安达卢西亚这太大呀。我们这个目标呢，一旦成功之后啊，十字军胜利之后啊，整个这个地盘会被一个功劳最高的那一方领主，他的受益人，成为这一个新王国的王。然后呢，底下其他的这种功劳的人呢，再分封到下面去。
所以呢，如果说把这一块安达卢西亚给他们的话呢，如果我们成功了给他们呢，我们就没有办法自己去收复这个图莱泰法了，就是我们的西班牙传统的首都啊，托莱多。所以呢，这里我选择这个瓦伦西亚。瓦伦西亚呢这一块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在他过来之后呢，如果我的这个受益人啊成为了他的王，我呢可以跟他是有宗族关系的，我是有继承权，以及可以通过宗族的手段直接谋求他的宣称，所以这种方式啊会比较好。同时呢，他比较强大的时候也有助于我呢跟他结盟了以后去对付这边旁边的一些这种穆斯林国家。所以呢，现在我会选择瓦伦西亚啊，选择他，消耗500点的前程，改变了目标啊。这下对方一共呢是7000多的兵力。7000多，我们现在5800啊！如果战神不死的话，咱现在56岁，如果战神不死啊，是完全靠我们自己都能打得过的。好，然后呢，我们就要指派一个受益人，我们找一下啊，可以找自己什么堂表姐妹，她有孩子吗？她没有孩子，没有孩子的话其实挺好的。她是我的堂亲，看看她的家谱，哎，看不到就算了。堂亲呢，也属于我们整个西梅纳的家族，我是宗族的族长，这样子呢，后面可以剥夺他的继承权，或者说直接拿他的宣称，也可以呢找其他的这一些，其他人没什么人了，我本来还有个侄子的，应该现在找不到了，那就选这一位吧，他没有后代，我很有可能会成为第1顺位继承人啊，55岁啊，指不定谁活得久呢，选择受益人，好。那我们现在可以静静的等待开战，那咱们跑时间嘛。啊，205，哇，好贵啊！这是什么？对我的封建税负提高，我先看一下啊，它是什么样一个税负状态？它是正常，提高啊，会变成高。哦，我们获得了体弱多病，估计活不久了呀，这个。就要活不久了呀！我们的间谍首脑竟然搞到了卡斯蒂利亚王国的宣称，他想干啥？看看，你可是内阁啊，还没法拉拢他，行吧？坐等他造反，造反了反而好。好，我们的儿子阿方索成年了，此时呢，给他安排一个婚姻，继续找法兰西啊。这样子呢，在我死之后，法兰西的这一个。对，法兰西的这一个同盟还是稳的。法兰西有5000的军力啊，我们有6000，势均力敌。然后他们是亲戚，他们是表亲啊。腓力纯洁者啊，结回同盟，好，授予共治君主，直接把咱的儿子设为共治君主。反正咱也不久于世了，有什么关系？我们的第3个孩子呢，也是个女儿，所以没有关系。他还自己成了我们的长喜大臣啊！你们俩都滚出我的视线。好，那么在公元1096年，我们57岁的桑乔2世国王西班牙之父正式驾崩，他的儿子阿方索6世刚刚好16岁可以继位。那么我们这一期呢，也就可以结束在这个地方。下一期呢，我们再来带领阿方索6世，我们桑乔国王的儿子，看他能否打好这一场胜战。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还请一定记得点赞、订阅加上转发。那么这一期视频就到此结束，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一期再见。